香吗？真香，一股新鲜机器的味道啊！随着 NVIDIA GeForce RTX 30系列笔记本电脑 GPU 发布啊 ，GeForce RTX 30系列显卡的笔记本也开始纷纷上市，性能表现都十分抢眼啊！这也让笔记本市场迎来了新的一轮竞争。联想也因为拯救者系列的笔记本不错的性能释放，在用户中积累了不小正向的口碑。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台机器，最近你应该经常能刷到它。联想拯救者 R9000K， 这就是一款性能释放十分强劲、外观颜值也非常骚气的笔记本。本期我们就来聊聊这台拯救者 R9000K 真实性能，它到底表现怎么样？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欢迎你。拯救者这次的硬件配置真的是硬到家了，可以说是硬上加硬。你敢相信这是一台搭载了 GeForce RTX 3080笔记本电脑 GPU 和 R9 5900H 的游戏本吗？强悍的性能离不开这次新的30系列笔记本显卡啊。这次英伟达带来了全新的安培架构，相比于20代显卡升级了 RT Cores 和 Tensor Cores， 性能上的增长，相信大家对30系的显卡表现都已经心知肚明了。GeForce RTX 30系列笔记本电脑 GPU 上还有全新的 Dynamic Boost 2.0 技术，能够智能的分配功率，双烤 CPU 加 GPU 45瓦加150瓦的功率，我们实测 CPU 44.9瓦 GPU 149.1瓦，可以说拯救者把性能释放做到极致了。单烤 FPU 的时候功率能够达到 76.32瓦，温度为93度，单烤甜甜圈 167.7瓦，温度为79.3度。其实单烤双烤的测试条件很难还原现实游戏的场景啊，但是 DB 2.0 在真实的游戏场景中能够自动的平衡 GPU、CPU 之间的功耗，并且自动优化，给你带来最佳的性能和游戏体验。我们以 3Gmark 作为显卡基准性能测试，测试项目就不一一念了，包含列表中的所有6个项目，其中的这3个 Fair 项目分别测试的是显卡在 DX11 游戏中 1080p 分辨率、2K 分辨率和 4K 分辨率下的性能指数。Times by Extreme 2个项目则是显卡在 DX12 游戏中 2K 分辨率和 4K 分辨率下的性能指数。Portrail 测试了显卡实时光线追踪的性能指数，具体成绩大家直接看图。在 Cinebench 中，多核得分13168分，单核得分1437。对于Zen 3架构，对于 IPC 的优化，这颗 R9 5900HX 的基础频率做到了 3.3 赫兹，加速频率达到了 4.6 赫兹，强，这是真的强。在绝地求生中，3极致的画面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流畅，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开机速度体感都更快了，跟敌人对枪的时候会更加自信。所以说，虽然这类 FPS 游戏最怕卡，但好在 GeForce RTX 30系列显卡对于性能的提升非常明显，能同时保证游戏的高特效和高帧率。在支持光追的地铁离去中，还真的就有大片的即视感。有光追的画面真的是美轮美奂。建筑上水面的反射都让人感觉好像是置身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这台笔记本的内存可以选配16或者32G，我们手里的这台搭载了32G 的 DDR4 3200兆赫兹的内存，虽然谈不上顶级，但绝对不会拖性能的后腿。32G 的内存在游戏中也是绝对够用的。本来以为是板载内存，抱着探索的想法，我们拆开屏蔽罩，竟然是2条非板载内存，给玩家后续自行升级留足了空间。好评！做到如此强悍的性能释放，离不开联想疯狂的堆料啊！打开后盖是一整块 VC 均热板，手机的跟它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配合2个10伏的增压风扇，在野兽模式下全功率运行的时候，真的是螺旋升天。在游戏中过热降频不存在了。真正的游戏玩家在乎的是噪音吗？我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打游戏。这块16:10的2560×1600的屏幕也是值得称赞，165赫兹原厂校色，100%的 RGB 色域，500尼特的亮度，还支持 G-Sync 和 FreeSync， 还有 HDR400， 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了。这些参数真的我都念累了。总之，这块屏幕是真的好，很好，非常好。在游戏中，由于 G-Sync 的加成，即便是 GeForce RTX 3080显卡全特效运行赛博朋克2077，大部分场景观感也都非常流畅。而500尼特的亮度能够让你在各种场景中体验到特别精致的画面细节。讲真，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体验了一圈啊，
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没什么短板的好屏幕了。最后来说一下外观，谁会不喜欢骚骚的 RGB 呢？打开屏幕的一瞬间，整一个 RGB 键盘映入眼帘，我只记得当时是五光十色，好像仙女姐姐下凡。全电脑的 RGB 灯还不仅只有键盘上有啊，机身的四周还有一圈 RGB， 能够直接给你的桌子投射一圈氛围光。晚上打游戏的时候也是氛围感十足。当然我们特别提醒，建议有舍友睡觉的时候还是关了灯为好啊，不然明天你的电脑可能就出现在垃圾桶里了。更厉害的是，连散热口都有 RGB 灯，这真的是把 RGB 给武装到牙齿了。全机一共有363颗独立的灯珠，多少种组合方式？你们不是数学很好吗？可以自己算一下。联想还把 RGB 接入了外设大厂海盗船的 ICUE 灯效系统，拿在手上它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精致低调，而且非常电竞。A 面的右下角是一个拯救者的 logo， 在 O 的中间还有一个拯救者的外形 logo， 正面的顶部还有一个小额头，这个额头是联想非常有标志性的家族设计，上面的小灯可以清晰的告诉你背后的接口在哪儿。背面由于小额头的设计，在拯救者 R9000K 上搭载了一块全面屏，让正面做到了92%的屏占比，这在笔记本上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表现了。C 面的设计比较常规，不过给我们搭载了全尺寸的方向键和独立的数字键盘。地面为了散热开了非常多的散热孔，我数一下，1、2、3、4、5、6，完全没有照顾到密集恐惧症患者。在散热孔中可以隐约的看到拯救者的 logo， 精致感十足。R9000K 的接口这次也是非常的丰富，机身后方分别是 DC 充电口、USB、HDMI、USB Type-C、RG45， 对，这个 Type-C 接口还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方便你在外出的时候不需要携带这块300瓦的巨大砖头电源。当然，如果你想，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防身工具来带着。打击，等等，打走了。机身的左侧有一个 Type-C 和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右侧有一个 Type-C 接口，拓展性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对了， R9000K 还搭载了联想引以为傲的 DDG 双模式切换功能，在功耗和性能上做到了非常好的平衡。日常使用时使用核显降低功耗，游戏时独显直接输出降低延迟，性能优先。如果让我做个总结啊，我会说这台搭载 GeForce RTX 3080笔记本电脑 GPU 的拯救者 R9000K， 外表时尚，内心狂野。拯救者系列 X 代表着轻薄，这个 P 系列呢代表的是电竞， K 系列呢代表的是高端。年轻人的选择我全都要，而它就是一款我全都要的机器。外观时尚骚气，又不是什么质感，而在这个有点扮猪的外表下，它的性能就像是那一巴掌拍碎玻璃的东北虎，够猛。也正是因为 GeForce RTX 30系列的显卡这足够的性能释放，才能够保证这流畅的游戏体验，才能够不断的在用户心中留下非常好的口碑。毕竟这好的口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充足的性能是联想一贯坚持的优良，我们也希望联想能够继续坚持，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OK，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后期还想让我们体验测评什么东西，可以在下方留言。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